儿功夫啊，这个左侧又建了一个凉亭，很别致，很漂亮。里面还有一个假山，继续在这条春生堂边上的小道上啊，悠闲地骑行一段，欣赏一下进入夏天的上海江南的河边的风景。现在转到了北横津边上，一如既往的绿道。现在呢，已经转到了沪民路上了。前面呢，右侧应该有一个路口，可以继续回到春生堂边去骑行。这边呢，还有很多侧支的这种小河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你看这样的水道非常的恬静啊。虽然呢，现在是在河边穿行啊，但总感觉有一种在森林里面骑行的感觉。你看啊，从这条骑行道上啊，望出去，这个河里右侧就有那些树木啊，非常的茂密。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该有的场景，也是大家应该有的生活的状态啊。嗨，大家好，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春生堂小公园里面啊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可惜我今天因为办事出来的有点晚了。这是我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啊，在这个绿草如茵的公园里面到处转转。没一会儿功夫啊，这个左侧又建了一个凉亭，很别致，很漂亮。里面还有一个假山。所以现在的政府呢，特别是大城市的政府啊，他手握资金，而且最近可能也是银行放水啊，希望大家搞建设，把钱用出去了。所以政府掌握的资金很多。这段时间我看有很多的工程都在进行之中，其中呢就包括像这种小区边上的社区公园啊。我想的这个理念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。那作为老百姓来讲啊，不用掏钱，能够享受一些生活的便利和设施呢，肯定是一件好事啊。我发现啊，这些变化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的吧，因为我才离开没多久啊，我就感觉这边的很多休闲老百姓活动的场地，各种锻炼的设施好像有了更多的变化。当然，这个球场原本就是有的。眼前的呢，就是 S4 这条公路的抬高工程啊，但是还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，所以这边呢，应该就到此为止了。这样的社区旁边的公园啊，对于那些已经退休在家里颐养天年的人，还有就是那些生完孩子不久
需要照顾一段自己的宝宝的母亲，还有就是他的其他的家人啊。那这种地方呢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，同时呢，也是让小孩子啊可以通过玩耍啊，慢慢的长大的不错的地方。这比我们小的时候啊拥有的这种环境已经好了何止10倍。今天我再次骑到这个春生堂呢，是因为我上次离开上海之前，曾经走过一段春生堂中村路那边的那一段啊，一直连通到了这里。所以我今天打算呢，继续在这条春生堂边上的小道上啊，悠闲的骑行一段，欣赏一下进入夏天的上海江南的河边的风景，也看看在那些河边休闲老百姓啊。我的右侧里面的一个工地啊，也接近要完工了。这是一条连接2个空港，号称机场联络线的一条线路啊。它做了一个通风口，就在这附近，围蔽了很久啊。但是我看现在基本上要把它拆除围墙了。这些河道边上的绿道呢都非常棒，平时对于普通居民来讲啊，走一段，尤其在黄昏时候，要不就是吃了晚饭以后啊，慢走一圈，绝对是个好地方啊。但是呢，我可能更喜欢像我现在这样子的，骑着自行车，又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身体，同时呢，效率更高一些啊，就可以去得远一点。那么这样呢，骑着车走走呢，几公里当然不在话下啊，10公里、8公里呢，也是一会儿的事。那个啥。
从春生堂啊，现在转到了北横津边上，一如既往的绿道。现在经过北横津，现在呢已经转到了户民路上了。前面呢右侧应该有一个路口，可以继续回到春生堂边去骑行。这边进入呢就是春生堂的绿道啊，看看从哪里回到河边去。今天上海的气温和广州差不多，都是30来度，但是明显的广州的3、4度啊，非常的湿热，而上海的30来度呢，非常的干爽。所以两地的气候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。好，我现在呢回到了春生堂边上的这条绿道啊。我上次也是偶然发现，从中村路那边呢就拐到了这条绿道上。而这条绿道呢，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呢以前是没有开通的，可现在呢都已经完全开通了。你看啊，左侧清水的平台建得很不错，所以上海的初夏真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剧烈的运动已经不合适了，因为毕竟来讲呢要出很多汗。就是这个地方呢需要抬一下车。
这边呢还有很多侧支的这种小河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你看这样的水道非常的恬静啊，有点野趣，听着鸟鸣、蛙鸣。像这样的绿道啊，其实不仅仅是绿道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就在右侧，它里头有很多的球场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设施，供有需要的人在这边利用。我现在骑行的呢，实际上是一条步道啊，所以呢，有些台阶要上上下下，但是并没有什么人。所以我觉得下几个台阶上下也无妨啊。这样呢就可以换来在清河的这样的步道上啊，缓缓的骑行。这里呢，豁然开朗了啊，敞开的一片公园。右侧这个绿地里面呢，也都是一些居民的屋村。上面呢应该就是春生路了哈，但是我上次就知道这边呢桥下是可以通过去的。
我们一直走到走不通为止啊。虽然呢，现在是在河边穿行啊，但总感觉有一种在森林里面骑行的感觉，因为这个边上确实树木很多。这边还有些地方围蔽着，相信还有一些设施还有待完善。我已经听到了大桥上的滚滚的车轮声了，那个应该是嘉闵高架上面传来的汽车的声音。前方呢无路可去了，我们就掉头回去吧。觉得就这样缓缓的骑一圈也是相当舒服的。原来呢，这边是闵行烈士陵园啊，一个国家公墓。
那我就原路返回啊，再一次在春山堂边缓缓地骑回去。前几天呢，我在广州啊，看到广州很多河川里头的水位都降得非常的低，有些呢，在满潮的时候啊，差不多都差了1倍左右啊，可能汛期已过吧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边上春生堂啊，我觉得这个水涨得满满的。再次骑过中村路的桥下。今天我推开窗啊，发现我们家窗前的玉兰树开的白的很大的玉兰花啊，虽然并不是开的很多，但是已经开始开花的季节了啊。你看啊，从这条骑行道上啊，望出去，这个河里右侧就有那些树木啊，非常的茂密。
好，在这个凉亭里面，
歇歇，喝口水。花园里面呢，一切都好啊，就是虫子多，所以不敢久留啊。现在呢，又回到了沪民路上了，准备在前面呢，再回到北横津去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北横津一直去到七宝镇，边上呢就春申路地铁站啊。这个季节这个时段啊，最佳就这样出来缓缓骑行，不出汗啊，也不会觉得很累，倒是可以多欣赏一下美好的风景。比起骑单车来呢，我更欣赏或者更佩服那些跑步的人，尤其是跟我几乎同龄的人，在街上汗流浃背的跑步，我总觉得精神可嘉。但是呢，我就想想还是算了嘛，不要去挑战了，骑个车悠闲的逛逛就好。你看这个河滩边呢，非常美妙的生活的场景啊，这边遛狗的，看河的，前面还有很多钓鱼的。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该有的场景，也是大家应该有的生活的状态啊。
马路跟你有啥关系呢？他靠，他是。现在呢，穿过都市路桥，前面呢就是我刚刚出发的地方了。我现在眼前的呢，都是一些普通的居民楼。这些居民楼呢，应该都是20来年以前，上海是为了建设的需要，在旧城区呢拆掉了一批房子，把这些居民呢就安置到了这里了。当然，有人喜有人愁，很多人呢是不情愿的来到了当时还是乡村的地方。医疗、教育啊、工作等等都有问题，但现在这批人呢都已经年纪老了，而且这个地方呢也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发展，起码交通比以前要方便了一些，而且呢也有了一些医疗的设施，那么商业的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很多，所以呢就变成了一片就上了点年纪人的养老的去处啊。当然他们除了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，那么就希望呢，像今天我们逛过这些公园、绿地、河边的这种好的环境休息地方，能够让那些渐渐年迈的老人家呢，他们可以结伴坐一坐，聊一聊，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。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对这些人的一种安慰。当然了，这边呢也不仅仅是这种拆迁房子啊，这房子看着有点陈旧。你想这个绿地的对侧呢，也有很多商品房，建得还不错，环境要更好一些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能够让不同阶层的人呢，共同拥有这些绿地、这些社区的好的环境啊，这些休闲锻炼身体的设施等等，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社会的公平了。
非常不错的一段小骑行啊，今天应该没到1个小时，那我就在这个公园里面呢结束我今天骑车闲逛啊，也是回上海就几天，那么随意的晃晃而已。好了，今天就骑行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跟随观赏，下一段见，拜拜。